大家好，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欢迎来到南哥的频道。就在昨天，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一家谢拉顿酒店里，美国代表万斯和伊朗方面的代表整整关在屋子里谈了21个小时。21个小时啊，各位朋友，这不仅是不眠不休，这是在进行一场极限施压的心理战。结果呢，西方媒体轻描淡写地甩出4个字：没有协议。很多人一看这4个字，哎呦，失望了，觉得这局势又要完蛋了，中东的火药桶又要炸了。但是各位，今天南哥得给您泼一瓢冷水，点醒您一个被严重忽略的底层逻辑。如果我告诉您，在这张谈判桌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方是真的奔着赢去的呢？如果我告诉您，这21个小时的没有协议，恰恰是当前各方最需要的一个结果呢？您先别急着反驳。今天咱们不搞那些碎片化的新闻播报，我不去给您念哪儿又炸了电厂，哪儿又发了导弹，我只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把这层窗户纸给您捅破，给您扒开这喧嚣战火背后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比任何一条头条新闻都来得深刻，也来得持久。咱们先来掰扯掰扯第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说没有任何人在谈判桌上想赢？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识？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朴素认知里，两个人坐下来谈判，那不管是在菜市场买菜讨价还价，还是大国之间博弈，肯定是想让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条件嘛。我要全赢，你要全输，最不济也是我多占点便宜，你少吃点亏。但是在极其残酷、极其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尤其是在两个谁都不愿意，也不能承受被贴上失败者标签的大国之间，这个老百姓的逻辑它是不成立的。您看看美国，美国真的想在谈判桌上把伊朗逼入死角吗？他不敢，也做不到。美国现在国内是个什么烂摊子？通货膨胀，政治撕裂，大选临近的压力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政客的头上。美国的决策层，不管是万斯代表的阵营还是其他人，他们真正在乎的根本不是在这个远离北美大陆的谢拉顿酒店里拿到什么实质性的战略全胜，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叙事，一个能够拿回华盛顿，能够对中西部铁锈带的选民，对华尔街的资本家说，看，我们搞定了，我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老大，我们赢了的故事。在谈判桌上逼迫对方签城下之盟，那叫实质上的赢。但在国内把一个哪怕是千疮百孔的协议包装成胜利，那叫政治上的赢。美国政客现在急需的是后者。您再看看伊朗，伊朗人傻吗？波斯文明几千年的智慧，在中东这片四战之地生存到今天，他们比谁都精明。伊朗同样不想在谈判桌上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绝对胜利。伊朗面临的是什么？是长期的制裁，是战争带来的经济失血，是老百姓日益艰难的生活。伊朗决策层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对内能够挺直腰杆说，我们没有向美国霸权屈服，我们顶住了。同时在实质上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稍微松动一点，让原油能卖出去，让外汇能流进来，减轻国家经济痛苦的这么一个结果。至于那个充当中间人的巴基斯坦，人家求的也不是谁输谁赢，人家要的是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展示伊斯兰堡的外交斡旋能力，提升自己在南亚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地位。各位朋友，您顺着我这个框架，用这个底层逻辑再去打量这场所谓的无果而终的谈判，是不是突然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为什么伊朗方面要在谈判前抛出4个看起来根本不可理喻、不可谈判的强硬条件？因为那是给伊朗国内的老百姓看的，那是姿态，是告诉国内我们在帝国主义面前没有骨头软。为什么美国代表万斯走出来说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加上了一句谈判将继续？因为这是对美国国内最好的交代。我们在强硬施压，
我们没让步，但局势在我们控制中，没彻底谈崩。为什么巴基斯坦费了9牛2虎之力把这2对冤家弄到希拉顿酒店，然后大张旗鼓地宣布虽然没协议，但还在谈？因为只要这帮人还在伊斯兰堡的地界上喝着茶吵着架，巴基斯坦的外交胜利就已经攥在手里了。21个小时没有协议，但这恰恰是开战以来双方最长时间的直接接触，是双方都死死咬着牙没有掀翻桌子的克制信号。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各方各自心照不宣的胜利了。只不过这不是我们普通人眼中那种非黑即白的胜利罢了。接着咱们往深里说，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核心关键之一。在国际外交的残酷历史上，谈判最重要的功能往往根本就不是为了签那张纸达成那个协议。这话可能颠覆了您的认知，但我给您举几个历史上血淋淋沉甸甸的例子，您就明白了。真正的外交谈判，它的核心作用是改变一个预期。什么预期呢？就是让双方看清楚，如果今天咱们不坐在这里谈，明天继续打下去的代价到底是谁无法承受的？您回想一下，1972年，咱们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那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尼克松当年访华，那可是震惊世界的大新闻。但在当时，中美之间签署了什么解决所有分歧的最终协议了吗？没有。台湾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这些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在那几天里全部解决。但是尼克松访华为什么被定义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里程碑？因为当两国领导人在北京面对面坐下来的那一刻起，一个巨大的信号就发出了，在这个世界上，中美之间完全的绝对的敌对不再是唯一的选项了，这是一种破冰。从那次访问开始，中美关系开启了一个漫长的，甚至有些磕磕绊绊的，但大方向已经确定的正常化进程。这就是谈判的魔力，它不在于立刻解决问题，而在于改变了解决问题的轨道。再给您举个离现代近一点更残酷的例子。1995年的戴顿协定，咱们很多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可能记得那场惨烈的波斯尼亚战争，打了整整3年啊！巴尔干半岛那个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地方，那是尸横遍野，数十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期间国际社会斡旋了无数次，谈判开始了无数次，又破裂了无数次，最后是怎么谈成的？美国人把各方的头头脑脑弄到了俄亥俄州戴顿市的一个空军基地里，直接关了禁闭，整整关在一起谈了21天。您以为是这21天里，那些有着血海深仇的民族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达成共识了吗？根本不是，是因为打了3年之后，又在这21天的极限拉扯中，所有人都被迫面对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继续打下去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坐下来妥协的代价。当所有人都意识到再打下去只能是同归于尽的时候，那个认知才是戴顿协定真正能够签字的基础。咱们再看看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JCPOA。那场谈判从头到尾断断续续拉锯了将近2年时间，今天说要崩了，明天说又活了，各国外交官的神经都被按在地上摩擦。最后在维也纳，各方代表在会议室里连续熬了17天，通宵达旦，针尖对麦芒，一直谈到最后一刻。最终协议为什么能达成？是因为美国突然放弃霸权了，还是因为伊朗突然放弃国防了？都不是，是因为双方在互相试探到底线之后，都找到了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中间地带。更重要的是，双方当时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把这个中间地带拿回国去，包装成自己的伟大胜利。那么咱们把眼光收回来，看看今天的伊斯兰堡谈判，它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南哥给您一个基本的判断，它现在就卡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1995年戴顿协定之间的某个模糊地带。好消息是，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这是这场冲突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坏消息是，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个继续战争的代价超过妥协的临界点。为什么？不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政治家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火候还不到，这战争才打了40多天，双方的家底儿还没有完全掏空，双方的侥幸心理还在作祟，都觉得只要再坚持一下，只要再给对方施加一点压力，我就能捞到更多的筹码。这个临界点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各位，请您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当美国的经济数据每个月出炉的时候越来越难看，当美国的失业率开始往上飙，当普通美国老百姓加不起油，买不起面包，导致通胀数据压不住，当华盛顿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像绞肉机一样逼近的时候，特朗普或者任何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他会需要一个台阶儿，一个他可以捏着鼻子接受的出口。反过来看伊朗那边，当伊朗的国内经济在战争消耗和西方严厉制裁的双重绞杀下继续萎缩，当普通伊朗老百姓的米缸见底，当修复那些被炸毁的电厂、水厂、桥梁的成本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的时候，伊朗的决策层同样也会需要一个他们能够对老百姓有所交代的出口。这个让人窒息的时刻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就会到来，也可能还要我们熬上几个月。但是伊斯兰堡的这场21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提前为那个时刻的到来修好了一条栈道。如果没有这条通道，哪怕将来有一天双方都实在撑不住了，都想妥协了，也会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直接说得上话、递得上面子的机制，而生生错过历史的窗口。所以昨天那21个小时看似什么都没谈成，但他建立了一个安全阀，这是比签署任何一张写满具体条款的废纸都更重要的100倍的成果。说完了高层的博弈，咱们再来聊聊老百姓最关心，也是跟全球经济命脉绑得最紧的一个词——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得跟您通报一个好消息，同时也得敲一记警钟。好消息是什么？就在今天，有16艘船只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各方宣布停火以来单日通行量最高的一天。更让人提气的是，这里头有3艘是装得满满当当的原油油轮。各位，这是开战以来第一次有实质数量的能源命脉从那个鬼门关里挤出来。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开始在海峡区域进行扫雷作业。这些绝对是积极的、值得我们喝彩的信号，它说明局势在物理层面上开始解冻了。但是朋友们，南哥必须提醒大家，千万别被这16艘船的数字冲昏了头脑，我们需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咱们拿数据说话，在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每天的正常通行量是多少？是130艘到160艘。今天这区区的16艘，满打满算也只是战前正常水平的1/10。资本市场是最嗜血也最聪明的，您看油价的表现就知道了。虽然之前停火的消息一出来，油价蹭地一下从高位跌到了94美元，但现在呢，又悄无声息地反弹回了96到98美元的区间。这说明什么？说明华尔街的那些大鳄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非常清楚，宣布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全面、绝对安全的开放，这中间隔着10万8千里。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这可怜的16艘重新恢复到过去的160艘呢？这可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那么简单的。咱们从技术和政治2个层面来给您剖析。先说技术层面。第一，水雷得清干净吧，
美国海军今天虽然开始干活了，但扫雷这种事儿，那是绣花针上跳舞，是极其耗时耗力的危险活，这需要时间。第二，通行协议得重新建立。茫茫大海上，商船的船长都知道，我现在怎么跟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打交道，我走哪条航线是安全的，遇到盘查我用什么频率的无线电呼叫，这些细则现在是一团乱麻。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保险。大家要知道，现代远洋航运没有保险那是寸步难行的。很多大型邮轮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就被国际保险巨头们取消了保险覆盖。现在就算海峡里的地雷清干净了，你让船东在没有保险保障的情况下，把价值几亿美元的船和油开进那个刚刚停火，指不定哪天又飞来一颗导弹的海峡，谁敢？没有保险公司重新进场承保，海峡再安全也形同虚设。再说政治层面，这就更是深水区了。要彻底恢复通行，意味着伊朗得放弃或者大幅度降低他们之前要求的过路费和强制登船检查的权利。同时，美国也得低下高昂的头颅，接受某种形式的协调通行，而不是继续傲慢地要求所谓的绝对自由横行。不仅如此，周边的各种连带问题，比如黎巴嫩局势的降温等等，都得给伊朗足够的台阶下，让伊朗觉得配合开放是有利可图的。各位，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目前有哪一个完全满足了？一个都没有。所以今天这16艘船，3艘邮轮，它只是茫茫黑夜里的一点微光，它只是向着正确方向挪动了一小步。如果这个数字在未来的3、5天、1、2个星期内能够稳步地上升到30艘、50艘、80艘，那才是市场真正需要看到的定心丸，那才能给全球居高不下的油价提供一个真正持续向下的动力。咱们老百姓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才能少骂几句娘。说到这里，我得跟您交个底，说说这场谈判背后一个几乎被所有西方主流媒体刻意忽略、避而不谈的残酷真相。过去这几周，咱们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霍尔木兹、核武器、地缘冲突、中东乱局这些词儿，这都没错。但在这些热闹的表象之下，在更深不可测的战略层面，这场战争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极其根本也极其敏感的问题：到底是谁有资格、有权利来定义中东未来的秩序？在过去的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美国。美国人是怎么干的？他们把航母开进波斯湾，他们在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他们拉拢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这些盟友，他们挥舞着经济制裁的大棒。一套组合拳下来，美国硬生生地在中东维持了一个绝对以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有人吃香喝辣，跟着美国后面分一杯羹，但也有人被打压、被封锁，比如伊朗。一直以来，这场被引爆的战争本质上就是伊朗对这套由美国人制定的、运行了40年的霸权秩序发起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最直接的正面冲锋。请大家注意，这种挑战底气并不在于伊朗的导弹到底能打多准，也不在于伊朗的军队在账面上有多少机械化师。伊朗的底气在于他们极其聪明地打出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这张牌向全世界、向华盛顿证明了一个让美国人后脊背发凉的事实：哪怕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一个中等体量的地区国家，只要他死死地扼住了全球地理上的关键咽喉，他就有能力让整个地球的经济运转为之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您看明白了吗？这才是伊斯兰堡21个小时谈判的真正大背景。他们谈的根本不是海峡能不能开放的表面文章，他们争夺的是当大门重新打开之后，
谁来制定进出的规则。如果美国赢了，美国要求完全的、立即的、无限制的、没有任何阻碍的开放，不准伊朗收费，不准伊朗检查，那就意味着美国在向世界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地缘控制权被彻底剥夺了。霸权依然是霸权，但如果伊朗赢了呢？伊朗同意你过，但必须按照我的规矩来，必须通过协调，伊朗必须保留对过往船只的管理权。一旦这种模式成为常态，那就意味着伊朗对这一全球能源生命线的控制权被实质性的、合法化的承认了。这两种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才是万斯和伊朗代表在谢拉顿酒店里最难弥合的裂痕。根本原因不是技术官僚们找不到一个折中的文本，而是任何一种折中方案都意味着必须有一方要在中东秩序谁说了算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低头。在密室的外交里，政客们为了利益是可以互相妥协的，这不难。真正难的是，当你让步之后，你如何把这坨难以下咽的苦果包装成光鲜亮丽的巧克力，拿回国去喂给那些情绪激动的国内老百姓和政治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地狱级挑战。所以谈判可以耗上21个小时，然后出来轻飘飘地说一句没有协议继续谈。因为找到协议的内容不难，难于上青天的是找到一种让中美伊甚至全球看客都能自我催眠，各自表述为胜利的话术。美国需要让国内的选民感觉到美军的威慑力还在，这场战争是一场捍卫了自由航行的胜利。伊朗需要让国内的民众感觉到我们的尊严保住了，我们没有向大撒旦屈服。巴基斯坦需要让全世界感觉到，离开了我这个和事佬，你们谁都玩不转。如果这三方最后都能找到这么一个台阶，找到一种自我满足的感觉，那么无论协议的具体条款多么晦涩难懂，协议最终都一定会达成。不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核心利益真的在一个频道上了，而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荒诞的政治世界里，很多时候感觉比冷冰冰的事实更重要。美国现在的激励是什么？是那个坐在白宫里或者正盯着总统宝座的人，极度渴望在中期选举或者大选前，手里能攥着一个可以满世界吹嘘为我的伟大胜利的政绩。伊朗的激励是什么？是在绝对不能丢掉民族尊严和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尽快减轻老百姓身上的经济大山，同时死死攥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威慑力。巴基斯坦的激励是什么？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既赚足了外交面子，又能实打实地从美国、从海湾富国，甚至从咱们中国这里获得经济和战略上的红利。当您彻底把这三种人的底牌和动机看透了，伊斯兰堡谈判的所谓谜团就跟白开水一样清澈见底了。没有达成协议，绝不等于谈判破裂了，这只是因为构建那种我们都赢了的幻觉需要时间打磨。特朗普或者其他美国政客需要时间去炮制一套词汇，把哪怕是伊朗人同意的协调通行硬说成是美国的绝对开放。伊朗也需要时间去琢磨一套文案，把哪怕是自己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宣称为波斯主权得到了世界不可侵犯的尊重。这21个小时不是谈判的停滞，恰恰是这种宏大幻觉构建工程的第一铲土。接下来能不能给彼此编出一个都能体面下台的故事，这才是伊斯兰堡乃至整个中东局势最核心、最凶险的考验。根本不在于条款怎么写，而在于这个牛怎么吹。好，分析完了上层的博弈，咱们这第6件事儿，得把脚踩回泥地里，谈谈咱们普通人。在接下来的2周里，这个世界到底在等什么？这场危机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满天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时代暂时消停了，现在进入了拼耐力、拼心理素质的谈判与等待的阶段。但是，这种等待对于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来说，那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对那些每天要开车上下班、要去菜市场买菜的老百姓来说，等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天紧盯着加油站那个牌子上的数字什么时候能降下来，意味着因为物流成本暴涨而跟着涨价的肉蛋奶什么时候能回到原来的价位，意味着我们钱包里的钱什么时候能不再被这种万里之外的冲突无形地扒掉一层皮。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系于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畅通航与否，又取决于那帮人在酒店里能不能找到那个各自都觉得赢了的叙事。您看这个因果链条有多长，中间哪怕有一个环节崩了，这代价最后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的账上。而对于那些手里有闲钱，在资本市场上摸爬滚打的长期投资者来说，等待又意味着另一种煎熬和机遇。他们死死盯着屏幕，脑子里想的是那些在战火连天时被恐慌情绪砸出深坑的优质资产，现在是不是到底了？是不是可以抄底了？而那些因为战争恐慌而被炒到天上去的避险资产、能源股票，现在是不是已经强弩之末，必须得赶紧清仓跑路了？要回答这两个要命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极其冷酷的战略判断：这场战争究竟是快要大结局了，还是要在泥潭里变成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南哥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的判断是它正在走向结束。但是大家注意，这不是那种双方握手言和、签署停战协定、敲锣打鼓的彻底结束，它极有可能走向一种朝鲜战争停战模式的结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纸正式化解所有恩怨的和平条约，但在心照不宣中，双方都停止了大规模毁灭性的主动军事打击，在中东的沙漠和海洋上形成一种极其模糊、充满变数，但大家又都能凑合着往下过的状态。如果真的进入这种状态，咱们的钱袋子、咱们的市场会经历怎样的过山车？南哥给您画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咱们称之为神经质的震荡期。在接下来这停火的10几20天里，市场会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剧烈波动。为什么？因为没有确定的消息。今天传出一条霍尔木兹海峡又过去2艘船，原油市场可能哗啦啦跌一波。明天又传出伊斯兰堡会议室内有人拍桌子，油价可能噌的一下又窜上去了。在这种全是情绪和噪音的阶段，奉劝各位一句，捂紧钱包，最好的策略不是自作聪明的去追涨杀跌，而是像鳄鱼一样潜伏，等待水面彻底平静，等待真正的清晰度出现。第2个阶段可以叫缓慢的修复期。假如停火维持了1-2个月，谈判也慢慢磨合出了一种各方都不情愿但能接受的潜规则，海峡真正开始有了规模化的通航。那时候被战火推高的油价会开始回落，但您千万别指望它能一夜之间调回70-80美元的白菜价，它会像挤牙膏一样，从90多美元的高位缓慢的、极其坎坷的向85美元左右去靠拢。这个钝刀子割肉的修复过程可能需要整整2个月，甚至更长。第3个阶段，也是对咱们未来生活影响最深远的，叫新的常态期。各位朋友，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不管这场冲突最后以多么体面的方式收场，它都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机体上留下了一道永远去不掉的疤痕。这个疤痕在经济学上叫做霍尔木兹风险溢价。经过这一回，全世界的资本和国家都明白了，那条海峡根本不是什么绝对安全的大道。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会长期的死死地绑定在未来的油价和所有大宗商品的成本里。
战前$70的油价，可能咱们这辈子都很难再看到了。未来的常态底线，可能生生被抬高到了$80，甚至更高。您可别小看这$10的差价，这$10传导到全球，那就是长期的通货膨胀，就是各国央行不敢轻易降息的紧箍。咒就是企业利润的不断缩水，最终还是由咱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汗水来买单。您别误会，坐着不动不是让您当缩头乌龟什么都不干，而是告诉您，在局势的浓雾没有散去，大是大非的信号没有亮明之前，管住自己那双急于操作的手。您回想一下，前些日子停火消息刚放出来不到1个小时，多少人脑子一热杀进场内，结果被市场反身一波无情收割。那些被情绪裹挟的韭菜早已成了资本的盘中餐，而真正能在这个残酷世界里活下来的，是那些在漫长的等待中保持了极其冷酷的清醒，死等到底牌掀开那一刻才出手的聪明人。这绝不是南哥在这儿马后炮，事后诸葛亮，这是人家顶级智者用一辈子的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铁律。最后，我想向屏幕前每一位听南哥说话的朋友提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无关乎您的股票账户，无关乎国际风云，它关乎您自身，您的判断力。在过去这惊心动魄的40多天里，咱们这个频道和大家一起追踪了这场冲突的每一个诡异的转折，分析了每一次大国政客的最后通牒，解读了每一条真真假假的停火传闻，也看着油价在 K 线图上像疯子一样上蹿下跳。现在请您摸着良心问问自己，经过这40多天的信息轰炸，您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变得更毒辣了吗？您的判断力升级了吗？当您今天再打开手机，看到西方媒体推送的一条惊悚标题时，您能不能在3秒钟之内像雷达一样精准地分辨出这到底是足以改变底层逻辑的核心信号，还仅仅是政客们放出来的情绪噪音？您能不能一眼看穿这是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地震，还只是资本市场为了割韭菜制造的短期浪花？它对您守护自己家庭的财产、规划未来的生活，到底是有致命影响，还是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您在屏幕前能够非常自信地点点头，告诉南哥，我的判断力确实上了一个台阶，那么这40多天的焦虑和关注，对您来说就是千金不换的财富。但如果您的回答是，哎呀，南哥，我还是脑子一团浆糊，我每天还是被各种新闻标题牵着鼻子走，一会儿觉得天要塌了，一会儿觉得世界大同了，那么朋友，南哥得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问题根本不在于您看了多少新闻，而在于您的脑子里缺少一个能够有效过滤杂质、提纯真相的思维框架。今天南哥手把手教您怎么在过去的这1个半月里，从信息的垃圾堆里扒出真正的金子。我给您总结了3个铁一般的信号和3个纯粹的噪音。咱们先说3个信号，这是您必须死死盯住的命门。第一，每天真正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记住，不是他们嘴上说的话，而是那铁疙瘩在水上飘的数量。这个枯燥的数字，比华盛顿或者德黑兰发表的任何一份慷慨激昂的政治声明都来得真实，来得致命。第二，交战双方是如何对国内民众描述所谓的停火协议的。如果美国人和伊朗人拿着同一份文件，却在各自的媒体上说出了南辕北辙、完全相反的话，各位，这就是最强烈的信号。它说明所谓的协议极其脆弱、极其模糊，说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被暂时掩盖了。第三，不要只盯着谈判桌去盯住那个根本不在伊斯兰堡谢拉顿酒店里的角色，以色列的军事动作。
以色列每在黎巴嫩或者其他地方投下哪怕1枚炸弹，都绝对会像蝴蝶效应一样引发伊朗的应激反应。这就是测试整个中东停火局势稳定性的最真实的试金石。说完了信号，咱们再来扒一扒那3个试图蒙蔽您双眼的噪音。第一，特朗普在那个什么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上发的帖子，他前一秒还在嚷嚷着地狱之火降临，8分钟之后又发帖说马上迎来伟大的停火。这种东西纯粹是为了挑逗美国网民的情绪价值，在严肃的战略分析里，它的信息价值无限趋近于0。您跟着他的键盘起舞，您就输了。第二，伊朗部分官方媒体那些千篇一律的声明，在他们的语境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们永远都在赢。大家要明白，那是针对他们国内稳定军心搞的宣传战，那是外宣内宣的工具，根本不是客观的信息来源。第三，也是坑了最多老百姓的一点，资本市场上油价单日极其暴力的涨跌。停火消息一出，啪叽暴跌16%，然后没2天又悄咪咪反弹上去。南哥告诉您，这种上蹿下跳纯粹是华尔街那帮量化交易机器和恐慌情绪共振产生的超级噪音，它反映的是贪婪和恐惧，唯独不反映长期的基本面真相。把这3对信号与噪音刻在脑子里，这就是过去这40多天里为您大浪淘沙提炼出来的最宝贵的思想结晶。伊斯兰堡的谈判明天还会继续，这帮西装革履的大人物们还会继续在希拉顿酒店里玩他们的心理战。但无论明天传出的是什么匪夷所思的结果，无论西方媒体又会炮制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头条，南哥都会坐在这里。明天我会继续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视角，用咱们这套扒皮抽筋的逻辑，给您把它拆解得明明白白。朋友们，在这个充满算计和信息差的世界里，保持清醒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您觉得南哥今天这番大实话听着提气，听着觉得对您的胃口，能帮您拨开迷雾，那么请您在评论区给南哥打一个数字1，让我看到咱们有多少清醒的同路人。咱们明天不见不散。